13号，2辆以色列国防军坦克破坏联合国联离部队驻扎营地大门，并强行进入。以方称，此次事件是帮助撤离伤员时不慎倒车撞入，造成斯里兰卡营2名维和士兵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还呼吁联离部队撤出，并称离真主党武装利用联离部队的阵地作为掩护，袭击以色列。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以色列破坏联合国维和行动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这违反了国际法，可能构成战争罪。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14号向安理会通报情况。他透露，以色列袭击造成5名维和人员受伤。Now, as you know, the decision was made that UNIFIL would currently stay in all its position in spite of the calls that were made by the Israeli Defense Forces to vacate the position that are in the vicinity of the Blue Line. 欧盟27国外交部长14号在卢森堡开会讨论此事时强调，以色列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欧盟27国一致要求以色列彻查此事，并给出解释。没有一个成员国赞成撤出联离部队。较为罕见的是，法、英、德、意4国外长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分析认为，以色列多次袭击联离部队，实际上是表达对联合国的不满。此前，以色列已经宣布禁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入境。此外，以军也是威胁联离部队撤离，为攻打黎南部做准备。联离部队营地设在黎南部的交通要道，成为以军在这一地区快速推进的最大障碍。而此前备受国际社会担忧的以色列报复伊朗的力度则可能减弱。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援引美国官员等的消息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在通话中告知美国总统拜登，以色列计划对伊朗的军事设施发起打击，而非石油设施或核设施。该报认为，这显示以色列不想在此时引发全面战争。这名匿名美国官员还透露，以色列调整打击伊朗的方案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避免给人留下政治干预美国大选的印象。有观察认为，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激化，并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越来越近，越来越多美国舆论认为这将对美国政治产生影响。多数媒体认为，冲突恶化对特朗普阵营有利，但如果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小，也有可能被美国人认为是软弱，也不利于民主党阵营。半岛电视台认为，自战争第一天起，美国不断塑造阻止冲突扩大的国际形象，但这一目标已经失败。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政治与政府学院教授杰里米·梅耶尔分析数据指出，特朗普获得的犹太裔政治捐款在冲突升级后显著上升。现在这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亚胡，他是已经骑虎难下啊。一方面，他内部有很大的压力，他可能会面临到很严重的后果。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美国啊，因为川普呢，其实是更比拜登跟贺锦丽呢要来的支持以色列，所以越乱的话，就是对你现任的跟你现在的贺锦丽是不利的。那不利的话，就相对的对川普是有利的。那所以我想，现在这个纳坦亚胡啊，他确实是吃定美国了。至于调整后的打击目标包括哪些军事设施，以色列政府尚未说明。分析认为，主要为伊朗的弹道导弹工厂等高价值目标，此外还包括伊朗的导弹发射装置和防空系统。近几周，中东冲突升级的前景让国际原油价格近期处于过山车式波动中。由于担心以色列报复伊朗，3号国际油价大涨5%。而在传出以色列可能不会直接打击伊朗石油设施的消息后，国际油价14号又跌去近5%。中方积极协调各方，希望避免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分别与伊朗及以色列外长通电话，推动局势降温。在应约同以色列外长卡茨通电话时，王毅强调，维和部队根据安理会决议授权执行维和任务，以方应采取切实举措，保障维和部队人员安全。王毅还提到，中方高度关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紧张局势，
势，呼吁各方慎重行事，避免局势陷入恶性循环。王毅在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时强调，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继续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加强同各方沟通。阿拉格齐表示，伊朗不愿看到冲突进一步扩大，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以外交手段推动局势降温。中方在这方的调停，我觉得是它有几个优势啊。第一个，它跟中东的事务根本没有瓜葛啊，你周边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你都是这个介入很深的。中方呢，它又加上它的国际影响力，所以说它的条件是非常特殊、非常优越的。那如果说这些相关的国家、相关的这些势力，他们觉得哎呀，已经受不了了，打不下去了，那我想那个时候他们会可能对中方要来调停呢，会更加的表示欢迎。当地时间15号，大熊猫保利和青宝搭乘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杜勒斯国际机场。两只大熊猫将前往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保利雄性，2021年8月出生；大熊猫青宝雌性，2021年9月出生。两只大熊猫性格活泼，喜欢攀爬。北京时间14号晚，保利和青宝正式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15号凌晨，保利青宝专机起飞前往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在1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两只大熊猫赴美后，公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了解它们的生活日常。相信新一轮中美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将在原有良好合作基础上取得更多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新贡献。中美双方按照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要求和技术标准，全力保障旅美大熊猫健康安全。今后还将定期或不定期派出专家开展实地检查、评估和指导。中美双方高度重视两只大熊猫的国际保护工作，中方多次组织专家赴美，对大熊猫居住环境、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方面开展评估。目前，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已根据中方专家意见，对大熊猫居住场馆进行了改造提升，进一步保障了食用竹、竹笋等食物来源，组建了专业的饲养管理团队。本月初，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先后派出4名饲养员和兽医到中国参与两只大熊猫的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工作。在与美国公众正式见面前，保利青宝可能会在华盛顿经历一段较长的隔离和适应期，但美国民众早就等不及了，按捺不住兴奋心情。